那位顾客被带上来，名叫袁七。大人，那日草民是第一次去云氏酒楼吃饭，去找厕所时不小心走到了后院，看见徐梅在与这位壮士说话，壮士不知道给了他什么东西。他给的东西就是那张100两的银票。有目击证人，张震，这下你可认罪？张震无话可说。凤小姐，你说六皇子的另一位属下在食用火锅中将老鼠尸体放入锅中，是谁？有证据证人吗？凤青鸾指着站在萧玉身后的另一人向林，是他，有2名顾客亲眼目睹他往火锅中放老鼠尸体。2名顾客也走上来，分别是5号桌和10号桌的魏巡和周康。大人，草民亲眼看到此人将一只死老鼠拿出来扔进了锅底，接着他们闹了起来，由于事情闹得太大，草民不敢惹上麻烦，离开了现场。是的，草民当时在看菜单，无意间偏头也看到了魏巡说的那一幕。向林，你认吗？大人，六皇子与凤小姐先前有些恩怨，不巧是六皇子撞上了云氏酒楼的食品不安全，凤小姐因此找人来做伪证，也非不可能。既然景王说2人有恩怨在先，岂不是说明六皇子的人设计陷害云氏酒楼的可能性更大？总不会由与此事不相干的人来为云氏酒楼指证凶手吧？张震、向林，此事本官已调查清楚，确实系2位故意为之污蔑云氏酒楼。按照大夏法律，张震和向林判故意污蔑罪，判处刑罚监禁15日，并赔偿云氏酒楼所有损失，澄清云氏酒楼声誉。云氏酒楼投鼠案破案，京城的人知道了是安邑六皇子萧玉的人故意陷害。云氏酒楼的食品安全经过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择日可恢复营业。小童和各馆的说书先生们都在说，你们知道安邑六皇子为什么针对凤小姐吗？因为他喜欢上了凤小姐，之前在陛下的寿宴上提出想要凤小姐和亲，可凤小姐与荣王殿下有婚约，还是荣王亲自求娶的圣旨，相当于凤小姐已是别人的未婚妻了。他还在想着人家，凤小姐不答应就3番2次对他纠缠，这次设计陷害，这是得不到凤小姐就给人找麻烦呢。人品实在是卑劣，公然来抢咱们大夏战神的未来王妃，大家说是不是应该将他赶出京城？一时间整个京城的舆论风向都在谴责萧玉。听到外面那些将他赶出京城维护战神荣王的言论，萧玉在景王府气得火冒3丈。是哪些人在传？本公子去杀了他们。六皇子殿下，我看你最近还是不要现身的好，等风头过去了再说。因为陷害的事，不仅萧玉被百姓们骂，连他也跟着一起挨骂。看到京城百姓们对萧玉一片骂声，骂得他跟只缩头乌龟似的，不敢出门。凤青鸾心情愉悦，青兰姐姐，畅元湖今晚会举办花灯会，可以游湖，好多公子小姐都会去，可热闹了。好不容易萧玉消停了，咱们去游湖放松放松吧。好啊，今晚一起去。吃过晚饭，凤青鸾和廖洛林相约去了畅元湖。廖洛林如同一只从笼中放出来的小鸟，拉着凤青鸾去租游船。小姐们，今夜游湖的人太多了，最后一艘船已被一位公子包下，你们恐怕要等下一趟了。烟花秀马上要开始了，大家都是来看烟花的，没看完烟花谁会回来？船家，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这时从船上走下来一名小厮，在船家耳边说了什么。船家喜笑颜开走过来道，两位小姐，包下这艘船的公子说你们要是不介意，可以与他同乘，船上还有空房间。真的吗？太好了，青兰姐姐，我们上去吧。船家可否告知包船的公子是谁？小姐，公子说是老熟人，不会是你不想看到的人。凤青鸾犹豫了下，青兰姐姐，公子都这么说了，那就肯定不是萧玉和楚王，咱们上去吧，要是姐姐讨厌的人再下来就是。看他这么高兴，凤青鸾无奈，几人一起上了船舱。凤小姐，好久不见。凤青鸾嘴角抽了抽，的确是老熟人，邀请他们同乘的居然是高阳王世子尚修染。尚世子，你没有因为先前的事与我们有芥蒂，还邀请我们同乘，你人不错。那事实误会已经得到了解决，为什么会有芥蒂？尚世子能这样想，那最好了。大家都不是扭捏之人。上船之后，船向着湖中心去。青兰姐姐，听说今晚为了向别国使者展示大夏风范，会有很长时间的烟花表演，到时候咱们可以找个好的位置观看。说完，他拉着翡翠去了甲板。夜风徐徐吹着，凤青鸾心中触动，想起远在明州赈灾的谢晋，不知道他那边的情况如何。凤小姐是在想谁吗？狮子说笑，我在欣赏湖景。凤小姐这段时间波折不少，荣王殿下又去了赈灾，凤小姐思念他属实正常。少世子不要胡乱猜测，是湖景太美，看入迷了而已。
荣王殿下是凤小姐的未来夫婿，娘子想夫君，有何不好意思？凤青鸾不再说话，廖若琳从外面进来。青鸾姐姐，快出来，烟花秀马上要开始了。几人来到甲板，对面的河湖岸，烟花冲上天空，在那璀璨的星河下绽放，照亮了整片湖面。几人丝毫没注意，另一艘船在慢慢朝他们的船靠近。公子，都准备好了，动手吗？高阳王师死在船上，找人拖住他。萧玉目光轻眯，凤青鸾以为他会被京城那些不痛不痒的骂声吓到不敢出门吗？太小看他了，那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出来游湖。凤青鸾等人站在甲板上欣赏烟花盛宴，尚修染忽而面色凝肃。有人来了。小姐，水里有人。凤青鸾往水里看去，只见顷刻间无数黑影从水中飞出。是杀手，小姐小心。尚修染的护卫们也都从船舱出来保护他们。杀手的数量不少，一些人朝尚修染去了，大部分人的目标是凤青鸾。廖若琳和翡翠不会武功，凤青鸾冲薛子墨道：“保护他们！”船家有刺客，快掉头！此时的船家早没了踪影，他们这艘船停在湖中央。廖若琳看到有船过来，求助喊道：“救命！我们在这边！救命啊！”当他看到从对面的船房中走出来的人是谁时，廖若琳的喊声戛然而止。萧玉，他怎么会在这里？萧玉摇着折扇飞向凤青鸾的船。凤小姐，又见面了。你在玩什么把戏？你不会以为他们是本公子安排的吧？在你心里，本公子是这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需要我认为吗？又是无数烟花绽放。按照计划，夏明帝安排的人在今夜攻击凤青鸾，将他击入水中。萧玉挺身相救，等他碰了凤青鸾的身子，谁还会要他？他只能嫁给自己。两艘小船停在客船两边，从船舱里窜出来几十个穿着异域服饰的持刀男人。看到他们的打扮，萧玉瞳孔一震，是克伦国的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萧玉怎么也想不到，克伦国的人居然也在埋伏他。将船上的所有人杀了，不留活口。这批人上船后无差别杀戮，他们这边的人不多，又是在湖中心，岸边来救援需要时间，他们必须保证在救援抵达之前不会被这两波刺客杀死。萧玉想去凤青鸾身边，一个杀手从水中跃出，直击萧玉而去。只一击，萧玉便意识到了对方武功非比寻常。他蒙着面，身形快如魅影，挥出的剑带着浑厚的内力。萧玉惊了，克伦国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绝顶高手？他几乎难以招架，对方却是冲着他的命来的。蒙面人一剑刺穿了萧玉的大腿，拦住他！谁知对方完全碾压，将拦住他的人全部击飞到湖中，如同一颗炮弹飞向萧玉逃进的船舱。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轰隆，船舱爆炸，断裂的木块漫天飞，在那些冲天的木头碎屑中，一个人影飞上天，又重重地落进了湖里。克伦国的刺客见目标解决，跳湖逃走。蒙面黑衣人在跳入湖水之前，看向凤青鸾，停留了片刻，旋即跃入湖中，消失不见。凤青鸾心中猛颤，蒙面人的眼神他很熟悉。霎时，凤青鸾脑海中冒出谢晋的脸。蒙面人难道是谢晋？你们都看见了，那名克伦国的刺客单杀了萧玉，是克伦国新派进京的高手吗？可能是。不管是谁，安义皇子在京城被别国刺客所杀，后续影响可不小，很有可能会引起安义国与大夏国的战争。凤青鸾倒不一定这么想，这个问题谢晋在动手之前应该想过了。他想赶快回去侯府，说不定谢晋会在侯府等他。金兆府的船过来了，看到湖面上惨状和躺在另一艘破烂的船上的萧玉，侯知志吓了一跳，快速来到船上检查萧玉的情况。萧玉已经气绝，临死之前不知道见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画面，瞪圆了眼睛，身上没有一处完好的，致命伤是心脏爆裂而亡。世子，凤小姐，伤势可严重。两人表示没事，侯知志才放下心来。今晚的事非同小可，在别国，皇子死在了畅元湖，请世子和凤小姐、廖小姐与本官回一趟京兆府，将情况详细说一说。尚修染和凤青鸾没有异议，侯知志先询问了打斗的具体情况，得知是有2批刺客分拨刺杀，最后是克伦国的刺客杀了萧玉。在萧玉抵达京城的时候，有克伦国的刺客一路追杀，没想到还是丧命于他们手中。事关重大，本官要上报陛下，可能明日陛下还要请世子和2位小姐进宫。今晚你们受惊了，先回去休息吧。回到自己的院子，凤青鸾将暗夜叫出来。今晚你家王爷回京了吗？小姐，王爷在明州赈灾。我知道，金陵是不是跟他一起去了？属下一直跟在凤小姐身侧，王爷带了哪些人走，属下不知。畅元湖杀了萧玉的那名刺客，你可有觉得他是你家主子假扮的？小姐，属下在岸边没有看清。见从暗夜这里问不出什么，凤青鸾让他退下，
凤青鸾想着谢晋知道自己回府后会等他，然而等到了后半夜，谢晋都没有出现。翌日早上，秦雪来叫他，说宫里来人有关昨晚刺杀一事，陛下宣他进宫。凤青鸾，萧玉死了，他死在了京城，这下你满意了？陛下，臣女险些被克伦国刺客所杀，臣女也是受害者，为何安义皇子毙命，臣女会高兴？你以为这件事是表面看到的那样吗？你与萧玉一贯不和，若不是他知道你会去游湖，他会来找你吗？如果不是你将他的2大高手护卫送进了监狱，至于他在遇刺的时候没人保护而丧命吗？又是欲加之罪。陛下，萧玉的侍卫陷害云氏酒楼，臣女寻的证据正是他们自作恶送进大牢，走的是大夏律法。萧玉是安业国的皇子，臣女难道有本事命令他不准去畅园游湖吗？这些事陛下都要怪罪到臣女身上，未免太不明智。凤青鸾还敢与他顶嘴？来人，凤青鸾顶撞阵，拖下去斩了。禁军从外面进来，请陛下三思。昨晚的事臣可以作证，臣也在船上。第一波刺客先是冲着凤小姐来的，后来克伦国的刺客出现无差别杀戮，凤小姐是受害者。安义六皇子是别国刺客所杀，不能算在凤小姐头上。请陛下冷静，以免让真正的凶手挑拨陛下与荣王之间的关系。听到挑拨他和荣王，夏明帝怒火更盛，他派龙隐卫暗杀凤青鸾，想让萧玉英雄救美。活着回去的龙隐卫将船上的情况都告诉他了，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刺杀与凤青鸾没有关系？可夏明帝就是气呀，他要利用萧玉来对付凤青鸾，没想到萧玉没派上用场，反倒把自己玩死了。因此上修冉说的话他不得不考虑，才让他更生气。如果到时候因为这事安义与大夏2国交战，他还得派谢晋出去作战，他现在的确不能再动凤青鸾和谢晋了。这时谢燕从殿外进来，父皇，克伦国的刺客们儿臣已抓到一部分，还有人在逃亡，抓到的这几人将与萧玉的尸体一起送到安义国。做得不错，一定要将杀了萧玉的那名刺客活捉，送到安义国让他们处置。是，父皇。还有，父皇，儿臣从克伦国刺客口中审问出，他们昨夜的任务是刺杀萧玉，到船上发现高阳王世子以及凤青鸾，便不留活口。刺杀一事是由克伦国人策划，盛世子和凤小姐都是受害者。谢燕都这么说了，夏明帝也没有理由再找凤青鸾撒气。行，接下来的事交给你去办，全都出去。看到凤青鸾等人出去的背影，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这个凤青鸾要杀了他，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叫来龙隐卫悬空，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回陛下，畅园湖发生刺杀时，荣王正在闽州召集当地官员敲定赈灾方案，屋内的人都可以证明荣王身在那边。来畅园湖杀萧玉的人不是他。不是他还有谁？克伦国要是早有这么一个高手，萧玉早被杀了，何必等到昨天？继续监视荣王，有异常来报。是，陛下。悬空暗暗想着，陛下的要求也太高了，荣王哪里是那么好监视的？离开皇宫之后，凤青鸾道：多谢世子为我解围。凤小姐客气了，哪有受害者是当罪者的，简直是无稽之谈。陛下在气头上，凤小姐不要放在心上。凤青鸾没有说话。青鸾姐姐，萧玉死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和安义国会不会打仗啊？不知道。安义国王若是通情达理的，那他明白萧玉死在大夏，主要责任不在大夏，而在克伦国。但若安义国王想以此发兵的话，大夏也不会拒他。廖洛林哦了一声。青鸾姐姐，萧侍卫的伤好些了吗？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他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关心一下他不是很正常吗？他没事。为了感谢他，我准备了些药，待会儿和青鸾姐姐一起去侯府看看他吧。与上修冉分开后，廖洛林和凤青鸾回了侯府。廖洛林去找薛子墨，凤青鸾对秦雪道：去收拾一下，我要离开京城。小姐，你要去哪儿？去明州。他要去问谢晋，证实心中的猜测。除此之外，不得不承认他有些想念谢晋了。廖洛林回来，知道凤青鸾要去明州，薛子墨也要去。青鸾姐姐，我与你们同去吧，我也想去为明州的百姓出一份力。带上廖洛林也没关系，凤青鸾同意了。当天下午，几人收拾好行李，离开京城，出发去明州。另一边，牢房里的张震和向林得知自家皇子被人刺杀身亡，情况特殊，夏明帝下令将他们从牢中放了出来。都怪凤青鸾，是他害死了殿下。是他，要不是凤青鸾，殿下也不会留至京城被杀害。我们要为殿下报仇。他们派人去打听，得知凤青鸾离开京城前往明州去了。张震和向林互相对视一眼，为六皇子报仇的机会来了。两人集结了一波人手，朝着凤青鸾离京的方向追了出去。这次离京匆忙，凤青鸾只带了薛子墨一人，廖洛林也只带了翡翠。薛子墨赶着马车，四人离开京城前往明州。晚上，几人到了庆城找客栈休息。
赶了一下午的路，几人都有些累。凤青鸾困意来袭，不知道睡了多久，听到走廊传来打斗的声音。小姐，有刺客！凤青鸾从空间调出狼牙棍，打开房门来到外面，10几个黑衣人在与暗夜和薛子墨打斗。洛林呢？在房间。凤青鸾，你杀了六皇子殿下，我们要为他报仇。小玉不是我杀的，是克伦国的刺客。要不是你，我们家主子根本就不会死。不管他是不是克伦国人杀的，你都脱不了干系。公子生前那么喜欢你，死后你得去和他陪葬。凤青鸾看到有其他人撞开了廖洛林的房门，向林长剑抵在廖洛林的脖子上，将他带着来到走廊上。想要他活命，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青兰姐姐，我害怕。别怕，我们在这里。突然，面前一道寒光闪过，凤青鸾用狼牙棍横挡了下来。你不想要他命了？放下武器过来。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夜来的目的。青兰姐姐，不要管我，杀了他们！张震，你们不是应该在监牢，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为何？当然是不止我们想除掉你，还有其他人也想杀了你。凤青鸾想到了夏明帝，这2人在金兆府监牢，不是夏明帝下令将他们放出来，他们哪里敢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里？凤青鸾放下狼牙棍，双手垂于身侧，借着袖口的遮掩，掌心出现数枚银针，慢慢朝向林走过去。就在他路过张震的时候，张震的大刀忽然挥起，猛地朝凤青鸾的脖子砍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暗器打向张震的大刀，还没有等他站稳，无数的银针朝着他的面门袭去。张震快速拿起大刀格挡，银针打在了刀片上，只有1、2枚扎进了张震的腹部。凤青鸾在银针上掺杂了剧毒，只要能够射中，便能让对方失去行动力。向林挟持着廖洛林，看到张震受到攻击，要下手杀了廖洛林。在他的剑还没有动手之前，一道更快的暗器打在了他握剑的手上。向林吓得下意识扔开廖洛林去抵挡暗器，凤青鸾冲过去接住廖洛林。洛林，你没事吧？啊，青兰姐姐，我没事儿。去房间，没叫你出来之前不要出来。在他说话的时候，另一个黑衣人冲了出来。此人身形快如鬼魅，张震带来的杀手们不是他的对手，几个呼吸间被解决。凤青鸾在对方第一次出手帮他的时候，就猜到了此人是谁。这会儿再看到那快捷如风的身影，心中更加确定了，是谢晋。黑衣人解决了刺客，想走。等一下！暗夜嗖的一声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薛子墨则进了房间去看廖洛林。黑衣人走到一个安静的走廊，凤青鸾也跟着过去。谢晋，我认出你了，不要再隐瞒了。黑衣人转过身来，取下脸上的蒙面。真的是你，你一直在暗中跟着保护我。你为何来闽州？我想去看你。昨晚畅园游湖上是你杀了小雨，你的毒有没有大碍？没有。凤青鸾不放心，抓起谢晋的手腕查看，脉象平稳，确实没有毒发的迹象。2号解药对天隐杀很有效，我还有1粒，你放在身上，有需要的时候把它服下。既然是你，怎么昨天晚上我在侯府你没有出来见我？我不能离开闽州太久。那你为什么还没有回去？是知道我们离开了京城跟着保护吗？谢晋没有说话，凤青鸾看着他，日思夜想的人就在眼前。他踮起脚尖，在谢晋的唇上亲吻了一下，随后抱着他高兴道：张震等人解决了，你有急事可以先去闽州。想到昨晚的刺杀，凤青鸾抬起头来问道：谢爷说他抓到了克伦国的刺客，没有供出你来，你是如何混进了他们中杀了小雨的？刺客的任务是杀了小雨，有人帮他们解决了，谁会追究到底是谁杀的？原来如此。第2日，凤青鸾一行人又启程前往明州。谢晋在昨晚的事情之后提前回去了。1天后，凤青鸾4人到了明州之后，知州宁陶去接的他们。凤小姐、廖小姐，下官是荣王殿下派来接你们的。我是荣王殿下的表妹，这位是荣王殿下的好友。殿下在哪儿？殿下在东南街视察灾民的情况，2位小姐要去的话，下官可以带你们过去。东南街道搭着无数帐篷，这是什么情况？凤小姐，今年明州旱灾严重，10几个城镇的粮食都受到了高温天气影响，所种粮食颗粒无收，百姓们吃不上饭。殿下命州府库打开，派放粮食给灾民们。殿下在那边说接到你们，让下官带你们过去。凤青鸾有些担心，一般大灾之后必有瘟疫，谢晋这次过来应该带有太医，他待会得去问问太医门那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殿下忙了这么久，喝杯水吧。表哥，我们来了。聂元听到有人叫表哥，转头看到2名貌美贵气的姑娘在朝他们走过去，脸上的笑容霎时僵住。表哥，我和青兰姐姐来看你了。看到凤青鸾，谢晋声音温和。你来了。聂元听到谢晋对凤青鸾温柔的声音，心中不免嘀咕了起来，这女人是谁？看起来荣王殿下对她很好。他问父亲宁陶：爹，这2位小姐是谁呀？
这位是荣王殿下的表妹廖小姐，这位是荣王殿下的朋友凤小姐。宁远的脸色不悦了起来，直觉告诉他，姓凤的小姐与荣王殿下的关系不是朋友那么简单。感受到眼前这位小姐投来的敌意，凤青鸾视线与她对上。原来是荣王殿下的朋友啊，凤小姐您好，我叫宁远，你可以叫我圆圆。这些时日都是我跟在荣王殿下身边伺候的，你也是来伺候殿下的吗？你说青鸾姐姐是来伺候表哥的？你叫知州大人爹，那你是宁小姐吧？宁小姐，青鸾姐姐跟你可不一样，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这周棚难民的地方，向表哥献殷勤。青鸾姐姐是我未来的表嫂，陛下亲自下旨的荣王妃，才不是跟你一样伺候人的，明白了吗？宁远的表情难看了起来。荣王妃？荣王殿下有赐婚的王妃，他怎么没听人说起过呀？殿下，他说的是真的吗？她是本王的王妃，有什么问题吗？没想到凤小姐是荣王妃，不知王妃的身份，圆圆若有冒犯，还请王妃不要责怪，也请荣王殿下不要怪罪。宁远被他父亲的话一堵，心里越发不好受。几人说着话，江渠面色沉凝地走过来。王爷，饮水渠那边有点问题，请您过去看一看。事情来了，谢晋对凤青鸾道：舟车劳顿，你先休息，我晚点回来。我跟你一起去。谢晋没说什么，几人跟着江渠往饮水渠走。宁远也想跟上，宁桃将他拉住。你干什么去？我要跟在殿下身边。哎，你跟着殿下做什么？你没发现不管你打扮得多漂亮，如何找机会靠近殿下，他的态度始终冷淡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殿下对你没有意思。算一个劲儿的往他跟前送，他也不会对你动心思。尤其人家的王妃都来了，你还跟上去凑个什么劲儿？爹，你知道什么？荣王有王妃了又如何？这不是还有侧妃空着吗？哪个王爷不是三妻四妾的？女儿做不了正妃，做个荣王侧妃也算是嫁进皇家了，也得父亲长脸了，不是吗？那也得看荣王对你有没有那份心思啊。父亲，感情是要培养的，女儿的美貌不足以让荣王殿下一见倾心，所以才更要时刻跟在她身边帮忙做事，慢慢打动她，让她喜欢上女儿。宁远说完，不等宁桃再说，一路小跑，跟着朝谢晋等人追了过去。明州旱灾严重，凤青鸾走在稻田里，看到稻田种满的稻子都被晒成了干柴，连田里的泥土都晒出了干涸的沟壑。江渠说的修建引水渠的地方连通着一条湄河，要把那边的水引到明州，然后再灌溉到各个田地里。因为那边的地势比较窄，谢晋和凤青鸾还有江渠三人过去，廖洛林和宁远停在了这边。宁远的眼睛一直盯着谢晋，时不时又看向凤青鸾，带着敌意。哎呀，宁小姐，青鸾姐姐是表哥亲自去向陛下请旨要娶的王妃，心里只有她一人。我劝你在表哥拒绝之前，最好收了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免得到时候难堪。人心是会变的，荣王殿下现在心里只有凤小姐，谁能保证他以后心里不会装下别人了？我也不是没有机会，廖小姐还是别替人操那份心了。你应该也喜欢过荣王殿下吧？自己得不到就阻止别人得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廖洛林也不与宁远争执。你爱怎么怎么，我提醒过你了，每个人都有喜欢别人的权利，我可以允许你正常竞争，但要是你在背地里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下作手段和勾当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啊！表哥和青鸾姐姐在这边待多久，我都会一直监视你的行动。廖小姐，你确定今日才到达明州就要与我作对吗？你敢监视我？就监视你，你要怎么样？你在大放什么厥词？这是我爹的地盘，别仗着你是荣王表妹的身份就可以对我颐指气使。我什么时候颐指气使了？你知不知道颐指气使这个词该怎么用？哎，你这人讲不讲道理？我不讲道理怎么了？你管我？两人吵了起来，薛子墨皱眉往两人走去。追上来的宁桃看到宁远与廖洛林动手，急得脸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哎呀，怎么回事？圆圆，不要闹！住手！快住手！两人都在气头上，谁都听不进去。两人所站的地方是一块小小的高地，推搡起来手上没个轻重，宁远推得廖洛林重心不稳往后退去，站了2步没站稳，身子一倾斜，朝着草丛下面滚了下去。不知道滚了几圈，廖洛林落到地上，他被摔得七荤八素，感觉浑身的骨头都仿佛被打了一样，传来剧痛。他爬起来，手摸到了一个什么软软的东西，待视线清明，廖洛林才看清自己正摔在一具尸体上面。死人！有死人！薛子墨也从坡上来到了下面。薛侍卫，我在这里，沟里有死人。你有没有事？手肘有些疼，其他没事儿。薛子墨让他站在这里，自己去检查那2具尸体。
2具都是男尸，看起来才死没多久。这边的意外吸引了凤七鸾的注意力，凤七鸾偏头看来，看到宁远朝草丛下方望着，没有看到薛子墨和廖洛灵，他蹙了蹙眉心走过来。怎么回事？洛灵呢？青鸾姐姐，我在下面，这里发现了男人的尸体。听到有尸体，凤七鸾也下去了山沟。果然，沟里躺着2人。凤七鸾粗略地看了看，才死不久，外形骨瘦如柴，应当是这片地区的灾民。看到这边出了状况，谢晋也返了回来。凤七鸾让下来几名士兵将2具尸体抬了上去。目前看来是死于饥饿。明州的灾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看到这里有工程在进行，想循着这边到明州城内。这个原因可以解释。谢晋让人将尸体送回明州，在士兵将其中1具尸体抬起来的时候，那人的胳膊露了出来。凤七鸾眉心一拧，看到了点不同寻常的东西。等一下，他走到尸体面前，将那人的衣袖撩上去，出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此人的胳膊上有不少细小的黑点。凤七鸾拿出放大镜看，这些黑点居然是一个个的针孔。在这里发现了注射针孔。再仔细一看，除去死者皮肤周围沾上的泥土和污渍，针孔四周的皮肤颜色偏深。将尸体带回州府，我要验尸。怎么了？可能出大事了，回去细说。他心中打鼓，如果针孔如他猜想的那样，那具尸体的手臂中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稍微停顿了一下，一行人开始往回走的时候，凤七鸾没有看到廖洛灵，问江渠：洛灵去哪儿了？属下看到廖小姐和薛侍卫去水渠那边了。正说着，廖洛灵和薛子墨一起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我的荷包掉在沟里了，让薛侍卫陪我去找。找到了吗？没有，但是我们发现了个奇怪的东西。薛子墨手中拿出一支针筒，在看到注射针筒的时候，凤七鸾的心跳再次雷动了起来。在哪里找到的？在2具尸体后方10来米的地方。小姐，这针筒……在薛子墨的印象中，使用针筒的人除了他们家小姐，还从未有见过有其他人用过。发现针筒的事不要说出去。他脑中飞速转着，现代的注射针筒古代不可能制作出来，他没有遗失过。那这针筒是从哪里来的？他记得迷途的雷鸣塔里面也发现过注射器，如今又在山沟发现针筒，要么是明州有其他穿越者出现，要么是迷途。可是迷途不是死了吗？那是有其他的穿越者。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件事都无法轻视，他得赶紧回去验尸，或许会有新的发现。而且他还想到一个可能，迷途死后尸体被送去了哪里？他得回去问谢晋。凤七鸾将注射器用手绢包起来，拿了一瓶消毒液给廖洛灵和薛子墨，将碰过针筒的地方都消毒一下，这上面说不定有什么危害药物。见凤七鸾神情变得慎重又紧张，廖洛灵和薛子墨互相看了看，猜测针筒的发现可能带来了很不好的事情。2人清洗了手，跟在凤七鸾身后朝谢晋追去。找到针筒的又一重大发现，凤七鸾告诉了谢晋。谢晋的神情也变得凝重。一行人迅速回了明州，将2具尸体抬到知州府里。凤七鸾让宁桃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带着针筒和尸体进入了空间。凤七鸾在房间内进行了解剖，谢晋让人去调查2名男性死者的来历。等到了晚上，凤七鸾从房间里出来，他神情疲惫，双眼却亮晶晶的。谢晋一直在等他。先吃饭。凤七鸾饿得不行，吃了晚饭后，让谢晋叫来江渠还有薛子墨，他有事要交给2人去做。查到了什么？2名死者手臂上的注射针孔是洛灵和子墨没找到的那支针筒注射进去的，里面有一种药物是有关恢复生命机能的，在死者的胸口处发现有更多的注射药物。简而言之，这种药物可以用来研究起死回生。起死回生4个字一出，谢晋立即想到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注射那些药物能让死人复活？凤七鸾点头，在这个世界，就他所知道的，除了他是穿越者，另一个是迷途。迷途会医会毒，死之前在替夏明帝研究长生不老和青春永驻之术，研究起死回生之术的话，也不是不可能。可迷途已经死了，此外，迷途和他能穿越，也不能排除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穿越者。但是其他的穿越者也会医术这点，凤七鸾觉得未免太过巧合了，因此他更倾向于迷途死后留下了什么。迷途当时被谢晋所杀，他检查过，迷途死透了。迷途死了之后，尸体送去了哪里？苍县县令命人送去了乱葬岗。你去趟苍县，看看他的尸体是否还在那里。是。江渠出去了，心里七上八下。迷途是一大毒瘤，那天晚上王爷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将他引出来除掉。如果有人想起死回生让他活过来，那这绝对又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凤七鸾想的也是这样，所以他才要尽快第一时间确认是不是迷途的人在作祟。排除了是他，别的穿越者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危害。
还有一件事，2名死者并不是饿死，有1人是药物过敏，另1人也还是非正常死亡。对方用死者研究起死回生，肯定不止现在看到的2具尸体，需要用大量的活人或者大量的尸体。你让人去查查明州是否有人口失踪，或者每日死亡的人口数量是多少。现在是灾情时期，每天都有做人口统计，闽州其他的城镇难民涌入，人口处于波动阶段。那就不好调查了，还是去统计一下，说不定会有发现。谢晋将事情安排下去，凤青鸾又看向薛子墨，这段时间你看着点洛灵，不要让她出事。经过这次撞见尸体，凤青鸾发现洛灵这丫头有一种特殊的招式体质，这次是好的，但是细想之下并不怎么乐观。赶了一上午的马车，下午又忙着处理尸体。说完事情后，凤青鸾困意来袭，薛子墨有眼力见的出去了。我困了，要去休息，有事叫我。谢晋走到他面前，在他额头上吻了吻。好好的去睡一觉。谢晋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凤青鸾出来后，院子另一边的2只脑袋齐齐的朝他望了过来。4人在房间讨论事情的时候，宁远和廖洛林又争执了起来，因为白天的事，2人吵了一会儿。凤青鸾出来看到的时候，2人都面红耳赤，刚吵完架。洛林，回去睡觉了。你们都说了什么？这么神秘，还要将我们关在门外？是不是在尸体上发现了什么？有什么不能让我们知道的事吗？你谁啊？表哥和青鸾姐姐说事，为什么要告诉你？别给表哥和青鸾姐姐添麻烦。我与你说话了吗？我的事要你管。有些事与你无关，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你这么说，不过是为了想让你和荣王殿下2人之间有小秘密不让我知道而已。凤小姐，你现在还不是荣王妃，不能独自霸占荣王殿下，我们应该公平竞争。什么公平竞争？你跟谁竞争呢？青鸾姐姐是陛下亲自的荣王妃，还需要与你竞争什么？你都已经说了好吗？你胡说什么啊？我是那个意思吗？眼见2人又要吵了起来，凤青鸾头疼道：“宁小姐，天色不早了，回去休息吧。”他拉了拉廖若灵，将人拉走了。看着2人离开的背影，宁远气得跺脚，想起刚才看到江渠出来了，可能是去找父亲了，他去问他爹，说不定能知道荣王在做什么事。1天后，苍县传来江渠的消息，迷途的尸体不见了。江渠说他再三确认过，乱葬岗没有迷途的尸体。迷途死了，尸体被盗走，谁会将他起死回生？又是谁在用针筒注射器和药物？他这么一说，凤青鸾感觉如有一道雷鸣在头顶上空炸开。是啊，这个问题他怎么没有想过？这么说来，更接近是有另外一个穿越者了，亦或者是说迷途知道自己会死，给后面的人留了其他的东西来，让他重新活过来。可是人死了还能活过来吗？这纯属是无稽之谈。调查的失踪人口和死亡人数如何？每日闽州城内失踪的人数在20到80之间，死亡人数在200左右。这是闽州城内的数量，别的城镇进来的人数无法统计。这么多人，派人搜查一下，失踪的人都被带去了哪里？此时，闽州城外的一个岩洞中，主教，逃走的那2个人尸体被凤青鸾带回城内，他们发现了什么？城里开始在调查失踪人口，我们或许暴露了。他就是凤青鸾，和谢晋杀了迷途的人。没错，主教。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有可能会全城搜寻。怕什么？闽州的灾情事情那么多，他们没时间管我们。他之所以选择在明州进行实验，就是因为尸体多，不需要杀人就能得到很多的实验对象，但有时也得抓些活人回来，让他们经历死亡，然后再进行复生研究。本来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没想到被凤青鸾来明州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看向旁边石台上摆放着的10来人，为了以防万一，等这波实验结束，3天后进行转移。是。去将知州的女儿抓来，另外再抓2个女人。主教，这会不会有些冒险？你不知道小心行事吗？快去。他需要几个健康的人来进行下一次实验。宁远手无缚鸡之力，又是知州的女儿，娇生惯养，是最好的选择。知州府厨房，快点，熬好了没有？宁远守着丫鬟熬鸽子汤。他去找他爹，问荣王殿下在做什么，结果爹什么都不知道。见荣王还在议事房处理事情，担心他太过劳累，亲自督促下面的人给他熬汤补一补。小姐，您先回去吧，这汤大概还要熬这1炷香的时间，奴婢会送过去的。好，快点送来。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廖若琳一直在暗处看着他。他说过要监视宁远的一举一动。廖若琳蹑手蹑脚跟着宁远，宁远路过院子返回自己的房间。就在这时，突然2道黑影出现，打晕了宁远身后跟着的2名侍女。宁远听到身后倒地的声音，回头看去，只看到2道黑色的身影，接着被一个手刀劈在了脖子上，晕了过去。黑衣人将宁远和2个侍女扛了起来，快步来到门外，往外面跑去。廖若琳躲在走廊后看到了这一幕，跑回去找凤青鸾。青鸾姐姐，出事了！
凤青鸾睡得迷迷糊糊，听到廖洛林的喊声，立即警觉地穿好衣服，从床上起来开门。青鸾姐姐，宁园被黑衣人掳走了，她的2个侍女也被带走了。往哪个方向去了？往后门左边的街跑了。你去叫人。他快速朝廖洛林说的后门追去，安叶一直跟着他。然而等凤青鸾到了街上，哪里还有黑衣人的踪影？安叶，你去追。凤青鸾站在了原地，脑中快速思索着为什么有人要抓走宁园。凤青鸾在朝安叶的方向追去的时候，谢晋也来到了他的身边。往左边去了。谢晋揽住了凤青鸾的腰，带他飞向空中。安叶在路上给他们留下了标记，几人一前一后追着黑衣人去。安叶追踪的3个黑衣人都扛着人，没有发现有人跟随，于是他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郊外，看到他们进了一个山洞。谢晋带着凤青鸾也从后面赶了上来。王爷，凤小姐，他们在那里边。在外等着，我进去。一起去。谢晋看着他抓住自己的手，反手握住他的，往山洞去了。安叶摸了摸鼻子，跟在2人身后。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放了我！有死人！救命啊！闭嘴！再叫，割了你的舌头！宁园双手紧紧捂住嘴，不敢再发出声音。有人看到你们抓人了吗？没有，将他们掳走时，院子里没有别的人。把人拉去隔壁洞穴饿2天。男子又指了指挨着岩壁的那几具尸体。死了，拖出去扔了。这次做的隐蔽些，要是再让人发现，小心你们的小命。下属们去抬石台上的尸体，转头看到洞口站着谢晋和凤青鸾，黑衣人吓了一跳。你们怎么找到了这里？杀了他们！下属眼里发狠，抄起一旁的剑朝2人杀了过去。伯虫去角落里抓起宁园，挡在身前，朝旁边的另一个洞口移去。谢晋解决黑衣刺客，凤青鸾来到石台上检查躺着的人。伯虫想带宁园逃离，宁园眼看着离谢晋越来越远，预感要是被此人带走，无疑会被杀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口咬在了伯虫的手臂上。伯虫吃痛，抬手朝着他的头劈下。电光火石之间，一枚暗器打向伯虫，伯虫手上一松，宁园见机会来了，一脚狠狠跺在他的脚背上。伯虫下意识放开手，宁园惊慌失措的踉跄往前跑去，一道黑影划过，就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男人与斗篷男子打了起来，场面混乱，宁园又慌又怕的尖叫着跑回侍女身旁。黑衣人相继被谢晋解决，伯虫武功不敌暗夜，眼下下去会被活捉。他眼眸一立，在走壁中看准时机掷出一个玻璃瓶打向暗夜。暗夜挥剑避开，玻璃瓶砸在他身后的岩壁上，一道淡黄色的水雾从炸开的玻璃瓶中喷溅。暗夜嗅到危险的气息，第一时间屏住呼吸，毒气散开。不远处角落里的宁园和2名侍女，还有那周围的黑衣人以及那石台上还活着的人都嗅了进去。有毒，大家屏住呼吸。他说完，感觉一阵头晕眼花。伯虫所用的毒效果迅速，谢晋将他扶住。伯虫看洞穴里的人都吸入了毒气，快速从洞口逃走。暗夜要去追，别追，将这里的人带出去。凤青鸾吃了一粒解百毒的药丸，也给了谢晋一粒，可以暂时抵制毒性。台子上的人还活着，将他们也带走。谢晋一手抓起一个男人，暗夜也过来，将剩下的一男一女拎起来。凤青鸾扶起宁园，宁园也吸入了不少的毒气，摇摇欲坠。凤青鸾几乎是拖着他在走。好不容易到了外面，凤青鸾查看了昏迷的几人，均有中毒。谢晋和暗夜功力深厚，情况好些。谢晋扶着凤青鸾放出了信号弹。等救援到达郊外时，凤青鸾昏睡了过去。醒着的人只有谢晋和暗夜。一行人返回城内，回到知州府，谢晋让太医给几人看诊。在太医的银针作用下，凤青鸾先醒了过来。谢晋，我在。凤青鸾看向他，谢晋的脸色透着苍白。他抓起谢晋的手腕一探，眉宇紧紧地蹙了起来。天眼煞被又发出来了，你服下解药了吗？用了，我没事。凤青鸾心中着急，岩洞中那面具男的毒有些厉害，谢晋也吸入了毒气，量少却诱发了他体内另外的毒，他得尽快将毒气的解药炼制出来。他叫来了太医，问了其他人的情况。幸好凤小姐在之前给他们服用了解毒丸，虽然不能完全解了毒气，但争取了时间制作解药。凤青鸾从床上下来，照顾好其他人。他从暗夜身上抽取了一管血液进入空间。廖洛林听话的去照顾其中一名还在昏迷的少女。少女迷迷糊糊间感觉旁边有人走动，眼睛倏然一下睁开。廖洛林吓了一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少女扣住了他的手腕。好痛！暗夜在旁边见廖洛林被攻击，出手更快的扣住了少女的行动，压在身前。少女目光凶狠，回头瞪着暗夜。忽然她身子一软，倒在了暗夜身上。暗夜将人拎起来放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凤青鸾从实验室出来，将解药分散下去，又检查了谢晋的情况。他眉心蹙得更紧。
等这波事情结束，他得赶快将天隐煞的解药彻底弄出来。谢晋的情况不是很乐观。服了药，少女再次醒来，看到房间中的众人，目光落到了凤青鸾的身上。你是谁？我叫凤青鸾，是我们救了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施雅雅。那个打我的男人呢？他在哪？找我？施雅雅锐利地瞪着他。你叫什么？暗夜。暗夜是吧？我记住你了。凤青鸾见这两人之间似乎有误会，转移话题道：施姑娘，你是怎么被他们抓住的？那人对你做了什么？说到这个，施雅雅握紧了拳头。我路过明州时，在一个客栈遇到他，他让人在我的饭菜中下了药，等我再醒来就到了那个山洞，他不让我们进食，只给喝水，还给我注射了药物，我在那里被关了2天，有时醒来，有时昏沉。他给你注射的药物有什么反应？经常喘不上气，注射药物之后全身疼，失去意识。施雅雅说着，几乎证实了凤青鸾的猜测。不过那人研究的复生计划还在最开始的阶段，仅靠他目前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会继续实验，放任下去，不知道将会有多少人死于他的毒手之下。给你们注射药物那人，你可看到了他的真面目，或者其他特征？我被抓之后时常处于昏迷中，只有一次醒了，装昏睡想逃走，看到他的左手有6根手指，衣服的袖口上有一朵黑色的5瓣花。后一个特征不明显，有意隐藏的话不容易发现。至于6指，也不具有唯一性，搜查起来也不好找。他看向谢晋，见谢晋眉心拧着，凤青鸾道：你想到了什么？据外面说，他所说的图案是百花谷制服的图案。百花谷？按照之前的推测，那人有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时代的针筒注射器，可能他与迷途有关，他又与百花谷扯上了关系，看来得请百花谷的人来一趟明州。暗夜传信给司空。司空没见过迷途，如果他看到了迷途的脸，不知道会不会提供新的线索方向。待会儿我把迷途的画像画出来。2天后，司空得到消息，快马加鞭赶来了明州，见到了厉谷口中能够解赤鹫侯剧毒和克制谢晋天隐煞的天才医女。荣王妃，终于见到你了，久仰大名。司谷主客气。难怪荣王不需要我了，有家人在侧，还能很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哪还需要我这个臭男人呢？喂，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天隐煞的毒彻底解了吧？什么进行到哪一步了？天隐煞之毒，世间只有7色玄冰花能解，而这唯一的一朵7色玄冰花被凤青鸾服用了，它成了玄冰花的载体。谢晋与他行鱼水之欢，也可彻底解了体内的天隐煞。司空知道凤青鸾这一点，但凤青鸾不知道，一直在努力攻克的天隐煞的解药，其实就是他自己。见凤青鸾的反应，司空愣住了。怎么，你没告诉他？凤青鸾听出两人之间有秘密，眸光眯了眯。告诉我什么？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这件事等会儿再说，先进来说其他的。司空挑了挑眉，看谢晋这样，是还没有告诉凤青鸾要如何解他的天隐煞呢，可能给谢晋闯了祸，没再说什么，跟着谢晋进去了。房间，谢晋将岩洞中发生的事与司空叙述。你们怀疑面具人与百花谷有关？救回来的那姑娘说见到过那人的衣服袖口有百花谷的图案，加上他会用毒用药，因此特地请你过来。在此之前，你先看一幅画，你看看是否认识这人。司空走到案牍前，凤青鸾画的素描很清晰，司空的眉心渐渐拧了起来。你认识？此人虽有年老和年轻时的模样，但是很巧，他这2个阶段我都认识。他是谁？之前的赤鹫侯事件，厉姑娘跟你们说了百花谷的事情。3年前，我有一位师叔游历江湖失踪，而这画像上的便是我那师叔米萧。我画的人是迷途，是大夏国师，他利用赤鹫侯在江湖和朝廷造成数起惨案。上次厉姑来解决的赤鹫侯之毒，他也是幕后主使。几个月前他被我们铲除，没想到真实身份竟然是百花谷那位失踪的前辈。可是迷途不是5年前来大夏国成为国师的吗？为何在3年前是百花谷的前辈？这不冲突，他有2重身份，百花谷和其他人互不知道。他这么说，凤青鸾明白了，迷途跟他一样是穿越者，他可以占用原主的身体，米萧也有可能3年前遭遇不测，被穿越者穿越过来占据了身体。施雅雅说的袖口有百花谷图案的面具人，司谷主可知道又是什么情况？司空的眉心一直没有舒展，反而蹙得更深了。当年师叔还在百花谷的时候，名下曾有一名弟子叫缪良，是难得一见的用毒高手，医学天分也极高，但此人心术不正，被一位老者捡到送来百花谷，想让他在谷内修心养性，能用医术悬壶济世。但事与愿违，缪良在百花谷装作纯良，暗中利用百花谷药库毒库做各种泯灭人性的实验。后来事情暴露，师傅要取他性命，
是师叔将他留了下来，赶出百花谷，从此消失了。如你们所说，米萧被杀，尸体被盗走，现在出现了一人在研究起死回生之术，用的还是米萧遗留下来的器皿。那尸体极有可能是缪良，米萧对缪良有救命之恩。不管那人是不是缪良，他在研制复生的前期阶段，不知道取了多少人的性命了。等到后期，将更有无数的人惨遭他的毒手。缪良心性阴毒，还擅长用毒，必须尽快找到铲除他。谢晋看向司空，他逃走了，你有线索能找到他吗？关于线索，或许有一条。之前江湖上曾出现过一起灭门案，所用方法是投毒。百花谷派人去调查过，用毒手法很像缪良的手法。那个帮派被灭掉之后，被修罗教接手。修罗教擅长用毒，使用过的毒看起来也有缪良的影子。你怀疑修罗教的背后是缪良？我让人去确认。这也算是一条线索。关于谢晋的天隐煞，面具人使用的毒气毒性不强，却恰好诱发了谢晋体内的毒。天隐煞难以攻克，我没有头绪。对于此毒，司谷主有没有想到突破点？听到天隐煞发作，司空快速走向谢晋，抓起他的手腕切脉查看。果然，他的眉心慢慢的拢了起来。你这情况不妙呀！再不解毒的话，下次彻底发作，不管谁的解药都救不了你。有些事情该说就得说，别再拖了。听了他的话，那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又出来了。你们在说什么？司谷主，你知道天隐煞的解药？司空瞄了瞄谢晋。我知道，天隐煞的解药名叫做七色玄冰花。解药在哪里？既然知道解药，以谢晋的手段和百花谷的药库，以及名遍江湖的百花谷医者都没有拿到，凤青鸾暗道这解药必定很难得。近在眼前，解药在你的身上。在我身上？凤青鸾糊涂了，脑海中闪过无数的想法。可说到了这里，司空欲言又止，看了看谢晋，又看了看他，似乎不知道要不要说接下来的话。你出去吧，我来与他说。司空点头，离开了房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解药在他身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也为神医用药将你救回来的事吗？你怎么知道？对了，你先前调查过我，可是解药与我小时候生病有什么关系？说到这里，凤青鸾猛然想到了什么。你的意思是，神医给我吃的药是七色玄冰花？这下凤青鸾更讶异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怎么查得到那时他给我服用的是什么药，就笃定是七色玄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事吗？当然记得。你服用的七色玄冰花一直存在你体内，在楚王府后山时，我被人追杀，隐煞发作，你我意外圆房，而后将天隐煞压了下去。那时我便知道，你就是司空说的我要找的人。听完谢晋的话，凤青鸾大脑一片空白。谢晋在说什么？天隐煞解药在他体内，与他同房能压制，甚至能解了天隐煞？怎么会有这么匪夷所思的事？难怪司空第一次见面会问进行到哪一步了，原来他话里是这个意思。所以从一开始，你知道我能解天隐煞，后来接近我，是为了解毒吗？你是冲着解药来的？是。这个回答在凤青鸾的意料之中，心底涌上难以言喻的复杂。那是开始，后来我对你的心意如何，你知道。凤青鸾望着他那一汪深潭似的墨色双瞳，虽然话是如此，可是想到被他怀着其他目的蓄意接近，凤青鸾就觉得难受。可转念一想，当初是他先招惹的谢晋，后来想寻他也是为了想对他负责。说起来，他最初对谢晋也没有感情。我知道事情发生了，他得好好理理，怎么才能接受知道真相带给他的冲击。凤青鸾走出门外，廖洛林一直在等他。青鸾姐姐，怎么了？凤青鸾没说话，闷头往前走。是不是有关那杀人犯的？情况很不乐观吗？还是新来的那个什么百花谷谷主带来的坏消息？青鸾姐姐，你很不开心，是不是表哥欺负了你？你跟我说，我去帮你骂他。你想太多了，我没事。子墨，你陪着洛林。看到他这样，廖洛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薛子墨：“你刚才听到青鸾姐姐与表哥吵架了吗？”没有。得不到有用的答案，廖洛林抿唇，决定去问谢晋。他去了，一句话被打发了出来。廖洛林气愤了，心想：难道是宁远做了什么？他去勾引表哥，被青鸾姐姐发现，惹他生气了吗？这么想着，廖洛林握紧了拳头去找宁远。宁远，你是不是去表哥面前说了什么，又去献了什么殷勤，才让青鸾姐姐生气的？你脑袋被门夹了吗？跑进来说什么呢？还有，本小姐没让你进来，给本小姐出去。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啊？做什么？我都差点死了，我这条命金贵的很，没有什么能比得过她。我当然什么都没做，我要养病啊！廖洛林没见过这么自恋的人，说自己的命金贵的很。
他这2天也在监视宁远，总担心在他休息的时候，宁远去纠缠了表哥。不过看他被问气成这副模样，暂且相信他没做什么，气冲冲的走了。廖若琳走后，宁远还在气头上，这个疯女人不知道又发什么疯，总跟我作对，气死我了！小姐，她说凤青鸾生气了，这是一个好机会。对呀，廖若琳的话听起来好像是龙王殿下与凤青鸾之间闹了矛盾，那我岂不是可以趁虚而入了？快给我梳妆打扮，再准备些点心，我要去找龙王殿下。另一边，施雅雅将暗夜约到院子中。今天我要好好与你比一场，你可别认为我是个女人就不尽全力，拿出你真正的实力来。施雅雅得知那天暗夜将她从山洞中带出来时是夹在腋下，如同另一只小鸡一样带出来，感觉一阵窝火。她堂堂文泉山庄的大小姐，岂能由一个男人如此欺负？你确定？那是当然，看招！施雅雅的武功不算弱，可是在暗夜面前哪里是她的对手？暗夜如同看穿了她的招式，每次她的鞭子落到何处，她都能提前避开，只守不攻。你为什么不还手？看不起我？你这3脚猫功夫，值得我还手？施雅雅恼怒不已，有章法而克制的攻击变成了凌乱的发泄。可不管他哪种打法，鞭子始终碰不到暗夜的身，越打反而越觉得眼前的这个男子武功快如鬼魅，仿佛在戏耍他。你是不是男人？一直躲有什么用？暗夜轻笑，成全他，如同一道闪电，刹那间出现在施雅雅的身后，一掌拍向他肩膀。施雅雅躲避不及，扑通一声，直直落入了前面的水池中。我不会游泳。冷静了吗？我不服。不服就在水里多待一会儿。施雅雅一听，知道这男人是不打算救她了，想呼喊，却好像有无尽的水直往她的身体里灌，她疲惫不堪，沉重的像一团海绵，被那池水深深的拉向池底。暗夜看到施雅雅没入水中，飞身过去，将她从水里拎了出来。你是故意将我打入水中的？暗夜没有否认。施雅雅一阵气血攻心，想起来去揍他，视线一阵眩晕，倒在了地上。暗夜眉心一蹙，走过去探了探施雅雅的鼻息，发现她晕过去了，将人拉起来扛在肩上，把她送回了房间。凤青鸾坐在座位上，倒了一杯茶喝下后，理智恢复了些。谢晋说的那些话不停地在他脑中盘旋，他静默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来敲门。凤小姐，听出是暗夜的声音，凤青鸾打开房门。怎么了？施雅雅晕倒了。我去看看。到了房间，凤青鸾看到施雅雅浑身湿透的躺在床上。她怎么了？朝我单挑，敌不过就被打入池中了。凤青鸾沉默，好歹人家是位姑娘，将人家打入臭水池，哎呀，真是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凤青鸾给她把脉，她之前被面具人注射的药物还有残余在体内，剧烈运动导致心律失常，再吃2服药就好了。青鸾姐姐，我去房间没找到你，你在这里啊？表哥那边出大事了，你快跟我走。出什么事了？宁远又去找表哥献殷勤了，你快去阻止他。他不会对他有什么。我也知道表哥肯定不会对其他女人感兴趣，但是那个宁远恬不知耻的要往表哥身边凑，实在是让我看得生气。青鸾姐姐，你还是过去看看吧，万一宁远使手段把表哥毁了呢？凤青鸾还是没有动。廖若琳看他一点也不着急，急得跺了跺脚跑了出去。青鸾姐姐太过伤心，不想理会表哥，她不能坐视不管，一定要去阻止宁远接近表哥。宁远带着精致的点心来找谢晋，借口有重要的事要与他商量。他以为谢晋会放他进去，在门口等了一炷香的时间，连谢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荣王殿下饿了吧？臣女做了点心，你休息一会儿品尝一下。房间里没有声音。荣王殿下，你是不是出事了？臣女进来了。说着他去开门，谁知手还没有摸到房门，隔着门里面一股强大的真气涤荡出来，打到他的身上。宁远惨叫，屁股重重的砸在了地上。好痛，好痛啊！小姐，您怎么样？我臀部好痛啊！宁远大叫着痛，脸色都白了几分，跟着的侍女将他抬走了。廖若琳跑过来时，刚好看到宁远摔在地上，四仰八叉的被人抬走的画面。不愧是表哥，跟你说过了，你在表哥这里什么也不是，表哥心里只有青鸾姐姐，你再怎么跟他献殷勤，也不会得到他半分眼神的。哎呀，还被打了，我还没见过主动凑上去挨打的，真是笑死个人了。笑话我，廖若琳，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廖若琳放心了，准备去凤青鸾那边告诉他情况。一个下属跑到谢晋房门前。
殿下，城南出现了房屋火灾，不少难民受困，火势还在蔓延，出大事了。房门打开，谢晋从里面走出来，带路。侍卫赶紧带着谢晋走了。听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城南那边的宅子里住的都是不少无家可归的难民，出现火灾肯定伤亡严重。廖罗琳不敢耽搁，快速去将这个消息告诉凤青鸾。房间，凤青鸾道：谢晋出去了。是啊，青鸾姐姐，火灾紧急，我们也快过去吧。走。谢晋到城南时，连排的房屋火光冲天，映照的整片天空都是红色。我儿子还在里面，快来人救火啊！明州本就干旱严重，水资源紧缺，又出现了火灾，稀缺的水源根本不足以拿来救火。进去救人，将一旁难民营的人全部疏散远离。是，殿下。听着百姓们的哭喊，谢晋眉心紧拧，一个闪身冲进了火海。司空跟着他一起过来的，看到谢晋冲进去救人，也赶紧去救旁边那些被火烧伤的百姓们。凤青鸾赶来时，看到有不少伤患集中在一起。凤青鸾环视一圈，没有看到谢晋，去到司空那边给一个伤患处理伤口。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受伤？不确定，我也是刚到，房屋还在燃烧，士兵们在救人。看火势和人口密集程度，伤患不少。敏珠的药材足够吗？应该够了，不够的话，他空间里可以取出来。那就好。我没看到谢晋，他去哪儿了？他进去救人了。凤青鸾手中的动作一顿，看向那在熊熊燃烧的房屋，祈祷谢晋不要出事。他这么想着，忽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王爷还在里面！凤青鸾着急不已，想冲进火海去。小姐，你别去，暗夜进去了。放开我，我去找他。小姐，暗夜武功高强，他进去一定会平安将王爷带出来的。你在外面接应，要是王爷受了伤，你可以第一时间处理。说你进去受伤了，王爷受伤了或是毒发了怎么办？薛子墨的话一下子将凤青鸾定在了原地，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谢晋的毒。轰的一声，又是房梁断裂，带起一阵高温炙烤，冲向在前方站着的人。眼见火蛇朝几人迎面扑来，薛子墨迅速挡在凤青鸾面前，帮他挡住那火。然而那火蛇在薛子墨背后冲了一下，薛子墨的后背便出现了一块黑斑。凤青鸾震惊了，这火蛇居然这么猛，不像寻常的火，尤其烧焦的气味中似乎掺杂了其他的异味。凤青鸾细致地嗅了嗅，猛然察觉到异常，是毒气。火中有毒气，快带着伤者撤离，大家快远离！大家快退开，快往后退！谢晋还没有出来。薛子墨抓着凤青鸾，防止他冲向火海。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他放开凤青鸾，正要朝那火堆中进去，就见里面几道身影从另一边闯了出来。凤青鸾一眼认出来那是谢晋，凤青鸾心惊胆战地去到谢晋身边。谢晋的衣服被烧黑，脸上布满了黑污，他身子轻颤着，双眸紧闭，嘴唇不正常地发着青色。凤青鸾快速检查了谢晋的情况，发现他体内的天隐煞有毒发的迹象，快速地将他脱离火海，撕开他的衣服，用金针封住他的心脉。他如何？暂时稳定住了，他在火中吸入了不少毒气，与之前岩洞中面具人使用的毒气相同，不容乐观。是修罗教的谬良，是他放的毒气。司空之前见过这样的毒气爆发，几乎能肯定了他们之前说的面具人就是谬良。这场大火烧了4栋宅院，燃烧到了晚上，火势才渐渐熄灭下来。初步统计，这次受灾的百姓们达500多人，其中遇难者89人，大部分是最初那燃烧的房屋中没有跑出来的。中毒受伤者达到300多人，形势太过严峻，原本足够的药材也变得了紧缺。宁陶急得不行，旱灾还没有彻底解决，又出现了火灾，明州怎么这么的多灾多难？向谢晋请示后，宁陶将火势形势上报给了京城，请求京城派药材和大夫以及更多的物资支援。凤青鸾稳定住了谢晋的天隐煞后，这几日一直都在忙着处理烧伤和中毒的患者。谢晋的天隐煞虽然得到控制，但是这次情况特殊，火灾中的毒气也是之前谬良使用的毒气，能确定纵火的人是他，也确定了对方的另一重身份是百花谷被驱逐的天才毒医弟子。谢晋命人全力缉拿。这天晚上，凤青鸾熬好了药送过来，将药放在桌上，把药喝了。谢晋端起药碗喝药。你的情况司空都跟你说了吧，我们拿出的解药已压制不住天隐煞了。谢晋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凤青鸾被他看得脸上有些发热。之前的事我想通了。想通了什么？或许我们刚开始接近彼此都怀着各自的目的，但现在两情相悦，最初是怎样走近的不重要了。凤青鸾走向谢晋，摸了摸他这2日肉眼可见消瘦下去的脸颊。我会治好你的毒。你原谅我了。荣王殿下，你用膳了吗？臣女做了好吃的来照顾你用膳。看来他是粘上你了，不追到你不罢休。
进来。宁远高兴不已，以为荣王殿下终于给他机会了。他欣喜地打开房门，还未进来，就看到房间里的凤青鸾比他先到了，脸上的笑容霎时间僵在了唇角。他让人将膳食端进来，放到桌上，